大家好，今天呢，我们来编织这款发带。这款发带呢，也可以在天气渐凉的时候当做耳套来使用。它是由两部分组成，第一个就是我们看到辫子形的这个织物，另外就是织物下方的发带的主体部分。这两个部分是在最后缝合起来的，也就是说，我们要分别进行钩织。我们先来钩织发带的这个辫子形的织物。这个织物呢，是由这样的长条形的织物编织而成的。那么我们先来钩织这个长条形织物。我们先来起针，算上第一针，我们一共钩织4个锁针，1、2、3、4。完成后，我们翻过来，可以看到在背面的中间有一条线，我们把它叫做里衫。下面呢，我们就要从1、2第2个里衫开始钩织几个未完成的短针。大家看我示范，我们把针插入第2个里衫，绕线钩出。此时的钩针上有2个线圈。接下来，把钩针插入第3个里衫，绕线钩出，把钩针插入第4个里衫，现在钩针上有4个线圈，我们开始编织。绕线穿过1个线圈，绕线穿过2个线圈，绕线穿入2个线圈，绕线穿过2个线圈。此时我们的第1行就编织完成了。为了给大家示范的清楚，我的第1行编织的比较宽松。那么我们再来看第2行，同样的方法，把钩针插入第1针中间的这个孔里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一针的下方是呈一个 V 字形。我们从 V 字形的孔中穿入钩针，绕线钩出。下一针从 V 字形的孔中穿入，绕线钩出。最后一针钩出，然后绕线通过1个线圈，绕线通过2个线圈，绕线通过2个线圈，绕线通过2个线圈。那么整个这个长条形的织物的编织方法都是这样的。在这里面有一个小技巧，大家在编织时，我们把第1个线圈的线尽量收紧，然后同样的方法把线圈勾到钩针上。那么最后一针的线圈可以预留的略微宽松，我们可以看到是成这样的一个样子。然后开始编织。这样编织的好处呢，是我们这个长条形的织物完成后可以成一个直线形。如果我们的第1针过于宽松，而最后一针的宽松度又不够的话，就会出现这个样子的形状。我们钩出的长条形织物是这样，它变成自然卷曲的状态。这是第1针过于宽松，这是最后一针宽松度不够，就变成了这个样子。如果我们控制一下宽松度，织出来是这个样子的。好，我们接着编织。按照这个方法呢，我们的长条形织物一共编织大概65厘米的长度。大家可以根据你的线的粗细来掌握你编织的行数。像我的这个线的粗细，我一共编织了131行，达到65厘米的长度。
可以根据自己头围的大小来调整这个织物的长度。那么现在我的这个长条形织物到了最后一行，我们来进行锁针，把钩针插入 V 字形的孔中，绕线钩出。此时我们要钩织完整的短针，一针插入钩针，绕线钩出线圈，编织完整的第二个短针，编织第三个短针。这样我们这个长条形织物就完成了。此时我们把线剪断，然后用针可以把这个线藏到这个织物当中去，这样一个长条形织物就完成了。我们一共要编织这样的3个长条形织物。发带上的这个辫子形织物的材料准备好以后呢，我们就要进行编织这个发带的主体部分了。现在我们开始。首先起针钩织17个锁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。起针完成后，我们开始钩织第1行，还是从里衫的位置进行。首先，我们找到1、2，第2个里衫，从这里开始依次钩织5个短针。1、2、3、4、5。接着再钩织6个中长针。中长针的钩织方法是用钩针绕住线圈，把钩针插入针目，绕线钩出。此时的钩针上有3个线圈，绕线一次性通过3个线圈，一个中长针就钩织完成了。我们接着钩针剩下的5个。2、3、4、5、6，然后再钩织5个短针。1、2、3、4。钩织最后一针时，我们从这个针目的内半针开始插入钩针，也就是这一条线，把钩针插入，绕线钩出。这样我们的第1行就完成了。接着我们来钩织第2行，首先锁1针，然后把织物调转方向。我们来看织物最上方有一个一个的 V 字形，这每一个 V 字形就是一个针目。V 字形的这2根线，我们把它叫做半针，靠近我们的这根线叫做前半针，远离的这根线叫做后半针。这个发带的主体部分呢，我们接下来都要把钩针插入每一个针目的后半针来进行编织，也就是这个位置。现在我们开始，咱们先找到这一行的第2个针目，然后我们把钩针插入后半针，钩织1个短针，再接着钩织4个短针，
一共钩织5个短针。接着我们再钩织6个中长针，同样把钩针插入针目的后半针，先绕线，插入钩针，绕线，一次性通过3个线圈。接着再钩织5个短针，这样第2行也完成了。第3行的钩织，我们先锁一针，调转织物的方向，找到这一行的第2个针目，从后半针插入钩针，依次钩织5个短针。完成后，再接着钩织6个中长针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最后再钩织5个短针。1、2、3、4、5。我们按这样的方法依次钩织下去，一共钩织50厘米的长度。这是发带主体完成后的样子。我的线一共是钩织了85行，长度是50厘米。下面呢，我们就把长条形的这3个长条形织物固定在发带的主体上。这3个织物呢，我们给它拼接成一个品字形的结构。我们看到每一个长条织物上面都有3个针目，我们用最右侧的这个第3针和第2条织物的第1针叠在一起，一会儿进行缝合，然后把上面织物的第3针和最左侧织物的第1针叠加在一起进行缝合。现在我们开始。首先呢，我们要在下一行钩织5个短针，先锁一针，找到第2个针目，从后半针插入钩织短针。1、2、3、4、5。然后我们拿起一个长条形织物，在下一针还是在下一针这个位置，我们先把钩针穿入这个长条形织物的第1个针目，整个2条线2个半针都要同时穿入。接着我们找到主体部分的下一针，也是2个针目同时穿入，把线勾出，然后编织1个短针。下一针同样如此，穿入2个半针，然后主体部分也是在下一个针目上穿入2个半针，把线勾出，钩织1个短针。那么我们在钩织第3针的时候，拿起第2条织物，第2条织物是压在第1条织物上的，所以要先把钩针穿入第2条织物的第1针，穿过2个针目，然后再穿过第1条织物的第3个针目，再穿过
主体部分的下一针，我们慢一点，把钩针上的线穿过来，然后钩织一个短针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钩织的是上面的这个长条形织物的第2针穿过针目，然后找到主体部分的下一针，我们从这里直接穿进来，把线勾出，钩织一个短针。接着我们找到第3条织物，同样的方法，把钩针先穿过上面织物的第3针，然后再穿过第三条织物的第1针，然后接着穿过主体部分的下一个针目，在这里把线穿过来，钩织一个短针。接着我们钩织最左侧，也就是第3条织物的第2针，穿入针目，然后找到主体部分的下一针，穿入，把线勾出，织一个短针。在这里要注意的是，最后一针穿过针目后，我们还是在前一针的这个短针针目上，在主体的前一个短针针目上，把钩针插入，把线勾出，钩织一个短针。然后剩下的部分我们依次钩织5个短针，1、2、3、4、5，这样3个织物被固定在了咱们的发带主体上。这3个长条形织物我们先不做处理，我们先把发带主体的一端钩织完成。首先锁一针，调转织物的方向。这一行呢，我们要进行2针并1针的减针。首先钩织一个未完成的短针，在下一个针目再钩织一个未完成的短针，绕线，一次通过3个线圈，就完成了一个2针并1针。接下来还是钩织2个未完成的短针，绕线，一次通过3个线圈。接下来都是这样进行操作。到最后我们看到还剩下3针，那我们就织3个未完成短针，然后绕线，一次性通过4个线圈，把它们合并成1针，接着锁一针，调转织物的方向，同样2针并1针，先钩织2个未完成的短针，好，
接下来锁一针，调准方向。下面呢，我们就正常钩织短针。现在一共在这一行有4个针目，我们就接着钩织4个短针。1、2、3、4，锁一针，翻过来继续钩织短针。1、2、3、4，再钩织这样的2行。钩到这里，我们织物的一端就完成了。现在我们可以把线剪断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这是织物的一端。现在我们来处理这3个长条形织物，就像编辫子一样，我们把它这样交叠编织出来。编好后，我们用记号扣来进行固定。先把这3个长条形织物还是拼接成这样的品字形结构，然后用记号扣给它们进行固定。好，现在我们翻过来，用同样的方法把它们固定在发带的另一端。在安装之前，我们要在主体部分的最后一行重新起针，拿起钩针穿入右侧第1针的2个半针下，然后绕线钩出，织一个锁针，跟其他行一样，找到第2个针目，从它的后半针插入钩针，织一个短针，接着再织4个短针。5个短针钩织完后，我们接着把这个辫子形织物跟刚才的方法一样固定上来，找到右侧的第1针，钩针穿入，然后主体部分的下一针穿入，绕线钩出，钩织一个短针，然后第2针，主体部分的下一针，绕线钩出，编织一个短针。到第3针时，别忘了把第2条织物的第1针先穿好，穿过之后再穿第1条的第3针，然后主体部分的下一针，然后把线慢慢穿过来，钩织一个短针。第2条的中间第2针，中间这一针穿过，然后主体部分的下一针，绕线编织一个短针。第2条的第3针穿入，别忘了第3条的第1针此时也一并穿入，再去连接主体部分的下一针，
然后第3条的第2针穿入主体部分的下一针，第3条的第3针穿过。同样别忘了，我们在主体部分还是穿入上一针的针目，在这里钩织短针。接下来剩下的部分依次钩织5个短针，1、锁一针，调转织物。下面仍是2针并1针的减针，从第2个针目的后半针织起，先织一个未完成的短针，再接着织一个未完成的短针，然后绕线依次穿入3个线圈。最后剩下3针，还是3针并1针，1、2、3，然后依次通过4个线圈，锁一针，翻过来。这一行也是2针并1针。钩一个锁针，翻过来。现在这一行有4个针目，从后半针钩起，钩4个短针，再钩这样的3行。完成后，我们把线剪断，这样我们这个发带就基本完成。下面呢，我们要把这2端给它连接起来，这样交叠之后进行缝合。咱们先用针把这个线头收起来，然后我们用针穿线把它缝合起来。在这个位置呢，如果你不想暴露在外面，可以装饰一些扣子或者蝴蝶结等一些装饰品。然后辫子形的织物和发带的主体部分，我们分为4个点来进行固定，1、2、3、4。只要固定的牢固，有这4个点就足够了。现在这款发带就钩织完成了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再见。